嗨，我是布莱兹，今天我要来分享一套旨在实现稳健回报的策略。在我自己的主动投资旅程中落败后，后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策略的核心是多元化，我将我的资金分配到全球市场。以下我是使用美股 ETF 达成。我组合了一些 ETF 作为策略，我运用了市值型 ETF， 以及包括因子投资 ETF， 甚至有一些加密资产 ETF。未来接近退休后，会再纳入债券型 ETF， 搭建出我目前想要的组合。根据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 Fairbairn-French 三因子模型中，市场因子通常可以解释市场报酬中大部分的变异，大约 70%、80% 的市场报酬变动能用市场因子解释。这是因为市场风险及系统性风险是影响股票报酬的主要来源。市场因子衡量的是整体市场的超额报酬，也就是说市场报酬率减无风险利率等于市场风险溢酬。市场报酬率就是市场组合的回报率，通常使用标普500或是台湾加权指数，就一般投资人俗称的大盘或综合市场指数的报酬来代表。而无风险利率通常是美国债券等低风险政府债券的报酬利率，被视为几乎没有风险的基准收益。投资者在承担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希望获得超越无风险利率的报酬，以弥补投资股票市场的风险。在 CAPM 和 Fairbairn-French 等模型中，市场风险溢酬就是核心因子，用来解释投资者为何会期望股票报酬高于无风险资产。不过呢，这集重点不是严选因子投资概念，要一次解释关于因子投资或是定价模型，会有点太长且不好吸收，有机会下次再讲因子投资与其他类别的资产。回到主轴，建立资产配置的核心，我通常会建议新手先搞懂市值型投资的重要性，其中我市值型的 VTI 与 VXUS 还是占最大宗配置。今天会先介绍资产配置入门的配置，有一个头三基金，也就是 VTI 加 VXUS 加 BND 的组合，都是由先锋领航发行的 ETF Vanguard Total Stock Market ETF， 简称 VTI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ETF， 简称 VXUS Vanguard Total Bond Market ETF， 简称 BND。 首先呢，来介绍 VTI， 也就是先锋集团出的全美市场 ETF。 先锋集团出的 ETF 特点就是低成本，由于 VTI 采取被动市值权重策略，管理费用比起其他主动型 ETF 更为低廉，让投资人能以更低的成本，特别适合长期投资者。接下来是流动性，美国市场流动性高，而 VTI 是热门的指数型 ETF， 每日交易量大，买卖价差小，投资人随时可以买进或卖出，资产流动性相当高。再来是风险分散， VTI 覆盖了大型、中型和小型公司，能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在市场波动时，这种多元化配置可以带来相对的稳定性。还有美国市场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美国经济体系相对稳健，创新力强，企业赚钱能力高，股市的增长潜力大，所以透过 VTI 投资美国市场，就像搭上经济成长的列车。从长期回报来看，美国股市在长期内提供了可观的年化回报率。投资 VTI 就是参与整个市场的成长，不用担心单一公司波动的风险，对计划长期持有的投资人非常友善。这些优势让 VTI 成为配置美国市场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对于想要低成本分散风险并享受成长潜力的长期投资人来说，是不错的方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VXUS， 也是先锋集团出的全球非美市场 ETF， 主要特色在于提供了全球市场的广泛分散，除了美国市场外，还涵盖了世界各地的市场，包括已开发和新兴市场，让投资者能够完整参与国际市场的成长潜力。首先，全球配置降低风险， VXUS 投资于全球多个国家，横跨各大产业，能够有效分散地区风险，特别是在美国股市波动时，可以平衡美国市场之外的成长动能。 VXUS 一样拥有较低的管理费用，作为先锋集团指数基金的一部分，它采取被动市值权重管理策略，以相对低的成本跟踪全球市场，让投资者能以较低的支出实现全球市场的分散投资。 VXUS 涵盖新兴市场，让投资者有机会参与新兴市场的高增长潜力。这些市场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结构年轻，长期来看有望为投资组合带来额外收益。当国际市场走势和美国市场有差异时， VXUS 的国际市场的配置可以增强投资组合的弹性与 VTI 搭配调整。
让投资者在不同经济周期中找到潜在机会。适合追求全球配置并想要平衡风险的长期投资人。如果你懂以上两种，但又不想这么麻烦，有2合1的选项，那就是选 VT 去配置即可。对于那些想要简化投资组合的投资人来说， VT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因为它涵盖全球股市，不需要额外配置多只基金，只需持有 VT 即可实现全球股票市场的完整布局。最后呢，是 BND 主要投资于美国的投资级债券。这支 ETF 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稳定的收益来源和风险分散效果，特别适合那些希望在投资组合中增加稳定性的投资者。BND 投资于高信用评级的美国投资级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抵押担保证券等。这些资产一般收益稳定且违约风险低，特别适合作为股市波动时的避风港。BND 一样拥有先锋集团低费用结构，费用比率低于许多同类型的债券基金，适合长期持有者以较低成本获得广泛的债券市场曝光。BND 涵盖不同类型和期限的债券，让投资人能够分散风险。债券的表现通常在经济衰退时相对较好。BND 提供的固定收益可以在经济增长放缓或股市下跌时。BND 作为债券 ETF， 可以与股票型 ETF 股债搭配，用以平衡风险和收益的配比，达到更为稳定的资产配置。BND 的优势在于稳定收益、低费用和良好的风险分散效果，特别适合寻求稳健收益、希望降低投资组合波动性的长期投资者。这些优势让 BND 成为多元投资组合中重要的稳定基础。那如何配置呢？介绍一下股债搭配的生日规则，用来帮助你决定投资组合里的股票和债券比例。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用到一个数字，那就是你的年龄。怎么计算呢？假设你今年30岁，那按照生日规则，你的投资组合里30%的资金可以放在债券，剩下的70%放在股票上。为什么这样分？因为股票的波动大，成长潜力高，但风险也高，而债券稳定一点，但回报通常不如股票高。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会慢慢增加债券比例，减少高风险的股票配置，这样年纪越大，投资组合也越稳定。它真的很简单，完全不需要高深的投资知识，只要按年龄来调整比例，简单又有效。而且它会随着你的年纪自动调整风险，年轻时可以多冒点险，年纪大了就偏向保守一点，非常适合长期投资者。当然这个方法虽然方便，但它并不是万能的，毕竟每个人的财务目标、收入和风险承受力都不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接下来呢，当配置好后，我们当然就是等待种子的成长。那要多久才采收呢？资产再平衡就是我们这部分的重点，旨在维持投资组合的风险与回报目标。什么是资产再平衡呢？资产再平衡就是投资组合调整回原本设定的比例。当买入后，市场一定会波动，过程中某些资产的价值会变动，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和回报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60%的股票和40%的债券，市场波动会导致这一比例偏离，变成80%的股票和20%的债券。透过资产再平衡恢复到原本目标配置，所以要透过再平衡，投资者可以确保投资组合调整回原本设定的风险范围，将资金从表现较好的资产转移到表现较差的资产。有研究报告显示，定期再平衡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长期回报，因为它促使投资者在资产价格较低时买入，并在价格较高时卖出，从而达到了买低卖高的效果。如何进行资产再平衡呢？通常会设定再平衡的标准，投资者可以根据资产类别的偏离程度设定再平衡标准。比如当某项资产的比例超过或低于预定比例的50%，时间可设定为每季度或是每半年或是每一年，定期检查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以评估是否需要进行再平衡。不过再平衡还需考量以下因素，再平衡可能会涉及交易费用和税务影响，特别是在频繁交易的情况下，这些成本需要考虑进去。例如使用国内副委托，频繁操作手续费可能就有差异。如果使用海外券商，可以挑选无手续费或低手续费的券商。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当前市场状况灵活调整，但不宜过度频繁。个人建议1年1次再平衡即可。以前我以主动选股投资，导致很多资金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的亏损，这并非稳妥的投资方式。因此我决定转为指数投资资产配置，这不仅减少了个股投资风险，也能更稳健的资产成长。
你是少年股神吗？在确认自己的主动投资策略是否有效之前，建议将自己的总体资金部位控制在20%以内，以3到5年观察自己选股能力，看是否能打败市场的报酬率，例如标普500或是0050的绩效。如果赢不了，代表不要多做这些无用功研究股票，因为有研究统计，就连专业经理人也近80%都赢不了，更何况是一般人。我们要做的只要做好，专心工作，累积本金，投入指数工具去投资即可。总结来说，我最终的建议是主动投资人生，被动投资市场，避免跟风投资高风险，或是掉入诈骗陷阱，将投资视作一项长期的规划，注重市场占比与风险管理和长期回报。我之后再分享其他的资产配置。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